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了哈。我们先分享几位同学的体会啊，这几位同学是一家的哈，一家爸爸妈妈和女儿的同一天的分享，我把它分享给大家哈。是来自山东青岛的李海鲜老师一家的哈。先说父亲海鲜同学的哈，说感谢各位老师，说今日锻炼是富贵婴儿、爱的树立等50加90分钟，说爱加我错了就是鞠躬早晚各5分钟，蹲墙就婴儿蹲墙5分钟，说爱的呼吸，晚上胎儿睡眠，那就是一天的这个锻炼。说日行一善，说我能为您做点啥？说顺手捡起厂区路上的垃圾送到垃圾桶，手容功有觉知。那就检讨自己了，说我错了有哪些呢？说以前的自己就是认为锻炼的时间、定静的时长作为成就的标尺。说今天听课后感觉当头棒喝，如生活中头脑就像跑马场一样，体内气血也跟着一样的乱动，而没有觉知，那有何用呢？说心要回家留出一点觉知的空间，要改正。造怨的情况是有造，一天中有1/10会有造，但是没有怨。说825课说功夫不在您定多久，而在能定住多少个瞬间他写了摘录这么一段说在物来之时不立刻扑上去，在情绪将其未起之际不要立刻认同它，练习在那电光石火的瞬间留出一点觉知的空间，说这一点空间就是功夫的容身之所，这一点迟疑延迟停一下，留个空间就是定力的真实刻度。就这课就讲了，说功夫不再能够你定多长时间，而是你定住每一个瞬间，或者是在每个瞬间你有觉知。现在是妈妈的宋振竹同学他的体会说各位老师好说今日是觉知爱的呼吸60分，竖立25分钟，听老师讲课加锻炼说日行一善呢，是我能为您做点啥，带着爱去做家务手容功有觉知。说我错了，就是检讨自己了，3省吾身一反省自己。说在菜地干活有点急，说心要定静，这需要改正，就是有时候有点着急就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了下面是女儿通通的一个小的分享，说感谢各位老师今日锻炼竖立30分钟，听老师讲课。说日行一善，将路上的垃圾扔到了垃圾桶里。说日改一错呢，说每天上班的时候基本都是很忙的，就今天上午破天荒的闲了一阵儿，回了一下对象的微信，聊着聊着他说了一句话不合我心意说不合心意，说我心里就生气了。说刚好下午看到老师发的第825课，就真是惭愧要改正就是每一个瞬间你是不是能够定得住，是不是有觉知就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说一人学习全家受益，那么全家每个人都在这学习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场一个氛围，那么的家一定会越来越好，各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好我们祝福海鲜同学全家一切都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两岸时空的各位亲友的家都是这样越来越和谐幸福。好了，我们现在分享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前面呢，我们分享我说蝴蝶的翅膀，讲蝴蝶掌说每一次让呼吸都在给宇宙的信息场中注入一道来自生命本源的数据。从个人层面、集体层面甚至宇宙层面来讲的这样一个问题。个人纯净自己了，集体把那美好的信息付布出去了。那更广阔一点呢，就为未来的硅基智能未来的人工智能提供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本源的数据。今天我们再继续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还是讲蝴蝶的翅膀这样一个话，就是你自己可以影响的周围的。那从哪个方面讲呢？说每一次放下控制，都在为人类的集体意识添加一笔回归完整的代码因为好在我们有这个文字除了这个视频还有文字，大家有时间可以在文字上多看一下就是那个文章上看一下。那么分这几个方面来讲，大概有7、8个方面吧，可能今天一次讲不完，下一次我们再讲这个呢，就是真的需要我们大家能沉下心来去
去听、去领会这个内容呢，就好像看起来和我们当下是我这个站桩或者我干什么好像没有关系，但其实意义关系很大，而且意义非常深远。那大家一块儿跟我来想看是不是这么一个状况叫控制。我觉得控制是人类最深的什么呢？那个操作系统。我们现在就用一些像手机、电脑上的这样一些，就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些词儿来去描述这个内容，其实很相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人类集体意识，就是你内在那个意识，每个人都有的这样的意识，比作一个巨大的操作系统。一个操作系统，操作什么呢？你操作人的生命操作整个世界等等各方面生活变化，不都有？就像电脑一样有操作系统那么控制就是这套系统最底层的那个核心代码，我得控制，我得把一切掌握住。那这个代码怎么写进去的呢？你看像电脑要写进去代码嘛，它本来是没有的，要把它写进去呢？这么分析大家看是不是这样？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面临的是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环境，自然环境，而且那时候你无法控制环境，你现在也还能一定范围内影响着环境，那过去的古代的没办法，无法控制环境，那就你控制不了环境的话，那你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于是控制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就被深深的写入人类的集体的这个潜意识，人类的潜意识。你得控制什么？比如食物的来源我得控制这片领地就是属于我的，别人不能在这儿，这就这么多果子我们这个，比方这个家族也好，这么吃了就没有了，说你们再来吃没有了，我就没法活了。控制领地，这里面的兔子有多少？那这块就是该我收敛的地方包括控制工具，哪怕石器时代它也有工具控制工具，还有控制火种。这个火种在过去那是非常重要的，你控制的越多，你能控制的范围这个领地越大，控制的工具越多，火种越好，那么你的生存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为了生存，你也必须怎么样？要有控制。所以是最底层的那个控制代码就写进了人类的这个集体意识。那随着文明的演进，控制的对象不断扩大了，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他人。我这个部落抓住那个抓住你的人之后，控制你之后，你给我干活成了奴隶了控制也是这样控制他人，从控制资源到控制信息，信息的重要性也非常厉害从控制资源到控制信息，从控制外在的世界到控制什么情绪，你包括你自己的形象，是你的念头。是随着文明的演进，控制的对象等也在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变化。那么到了今天，这套控制代码已经运行的如此自动化了，以至于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你意识不到你在进行着控制，对自己、对周围的人，特别对家人，你意识不到你在控制他们。我说大家看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以为我要成功，我要证明自己，我要让别人认可我，对吧？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追求，却没有看到就这些所谓追求的背后，它的底层都写着同样两个字：控制。我要成功，我要证明自己嘛，我要让别人认可我。控制什么呢？比方说控制结果。我要他如我所愿，你得控制结果吧。控制成败，这个成还是败定义了我的价值。我得控制它，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不都是控制吗？这个结果一定要怎么，这都是控制。大家想象是不是这样？你控制的结果就是它得如我所愿，你控制的成败定义了我的价值。那控制你丧失了失败了呢？那意味着我就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生存所谓那个我的生存逻辑。人们总觉得我得掌控点东西，我得攫取一些财物，才显得我怎么与众不同。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的公司有多大，我的公司有多大；你的生意有多大，我的生意有多大。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总得控制点啥，
就好像我啥都没什么可控制，就好像我没有什么价值。你看他那个人，哎呦，什么啥都是他掌控着，就显得他与众不同，多么重要。然而控制呢，当然我们人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然而控制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会制造什么呢？三大分裂，就是知道运行了数千年的控制代码，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征服了自然，创造了文明，登上了月球，是吧？这是他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他也制造了三大根本性的分裂。就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他也制造了根本性的分裂。至少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人与自我的分裂。就当我试图要控制我的情绪、念头、身体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是需要控制。但是当你在控制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个内在的战场就形成了。有人说怎么我控制我自己？我们练功不就要控制吗？但同时一个内在的战场它也形成了。比方说我不能生气，于是生气这部分情绪就被怎么样压抑了。我不能焦虑，于是焦虑的部分就被否认了。你本来是很自然的有这种焦虑，你把它否认了。你有一定的情绪，哎呀，我得压住它。大家想想，这是单独的控制，它不是真正的化解。我不能有这些念头，于是念头的部分就被排斥了。因为我想这个，哎呀，我就好像有罪恶感一样，好像怎么样，就被排斥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人呢成了自己的敌人，自己和自己斗争，自己在那纠结，就想我不能。这内在的分裂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就你看那些看起来控制的很好的人，往往内心最不自由，最不自由，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能量花在控制那个不该如此的自己上。真的是这样。就那个小孩哇，越是天真活泼、无拘无束那种状态，他学什么学的就特别快。特别是在头脑人体潜能开发这个方面，就那个孩子越是活泼，没有什么拘束，他越容易开发出这个潜能。越是那个小孩特别规规矩矩，哎呀，知书达理，很规规矩矩这样，那个潜能有时候越不容易开发，因为他的框框太多。这制造人与自我的分裂，但同时还知道什么人与人的分裂。为什么呢？当每个人都想着我要控制他人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成了战场，是我控制你。夫妻之间控制的方式可能是你得听我的，亲子之间控制方式我都是为你好，职场之间控制的方式可能是权利、利益、话语权，我说了算。就是每一段关系其实都在暗中较劲，谁控制谁。即使是最亲密的爱，也常常被控制欲所污染。说我爱你嘛，所以你得如我所愿呢。当爱变成了控制的工具，关系就成了什么？成了牢笼了。这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同时还有人与自然的分裂。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分裂。我们通过改造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确实获得了所谓巨大的文明。但同时，气候变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枯竭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等吧。就我们把地球当作可以无限攫取的仓库，把自然当成可以随意改造的机器，随便我都可以改造它，因为我控制它嘛。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口号：征服自然。征服自然本身就是控制代码的最高表达了。你整个大自然你都要去征服它，而我们正在为这套代码支付代价。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大自然在惩罚人类，是人类用自己的行为在为自己的创造的这个环境在里面窒息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自己的行为破坏了环境。你包括刚才讲对人的控制，
那对人的控制扩大一点的话来说，我对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控制，那不知道战争啊，知道很多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放下控制真的是一次系统性的、根本的系统升级。你得放下那个控制。我们的题目就讲说，每一次放下控制，都在为人类的集体意识添加一笔回归完整的代码。为什么是回归完整呢？因为大家注意控制就制造了分裂，而放下控制就让分裂重新弥合。这种控制欲在一个家庭也是非常麻烦。如果家庭有某某人特别有控制欲，你什么什么都得这样，你什么什么都得满足某一个人的那种愿望。但是我们很多人家庭里面有这样一个人吧，他就什么都要控制，什么都要管，包括你今天穿什么衣服他要控制你说话，你通电话，你怎么跟别人讲话他要控制，你家里所有的一切他都要控制。你控制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控制说我是为你好，但有的时候控制就把另外一个人的这种潜能那种活力给限制了，就完全就得按照某一个人的模式去生活了。那对别的人来说呢，特别对孩子来说，就会显得像很窒息的这种状态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这控制。那么如何去放下这控制呢？我就说从让呼吸开始的一个小切头。选择从让呼吸入手是极致的智慧。为什么？大家注意因为呼吸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室。为什么说它是完美的实验室呢？因为这个呼吸它处于可控与不可控的交界处。你可以控制呼吸，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控制呼吸，或者进行控制呼吸，也可以你不管它，你在做任何事情，呼吸的自然进行，它就处于可控与不可控的交界处。我们可以控制，也可以放下。所以在呼吸上呢，我们可以亲自体验两种状态的天壤之别。一种是不用控制，一种是要控制。我说清楚一点没有？所以让呼吸就让你体验为什么我可以放下控制。在家里面对孩子，有时候家长总放不下心，而事实上，当你真正放下心之后，你发现孩子比你控制的时候，生长发育的还要好。那么当你让呼吸，你能体验到什么呢？大家注意看第一，你能体验到什么？不控制的安全。呼吸没有被您控制，但它依然完美的进行。你看，你不管它这么完美进行，你跑步它就快一点，你按键就慢一点，是吧？就你发现原来不控制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你不控制呼吸，通过让呼吸锻炼，呼吸反而会变得深长顺畅，更滋养。第二，我们通过让呼吸的锻炼，体会了把那个我让出去，体验到无我的自由。当你真正让呼吸自己进行，那个一直在控制的我退出去了。就你发现没有我的参与，生命运行的反而更好，一定是这样。你只要认真体会，比方说认真的体会，你要一直控制好了。你一直控制的话，那么你生命的变化只在你现有的意识状态下，它的控制下变化，它不可能突破到一个新的维度去。你只有放下控制，你会发现当我没有我的时候，没有我控制的时候，身体里面气机的变化真的会特别特别的美好，你难以想象，也难以预知它会怎么样变化，因为那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能想象，你能预知的，那你再怎么发展变化，也只能在你能预知的那个状态下。你能预知的状况就是天花板了，你不能突破。所以你只有把我放下之后，你才会发现里面还有太大
太多东西，那个经络的运行、气血的里面的变化，你自己内在的自我痊愈的那种状态，就像我们上一次分享那个谭先生他自己那些变化一样。你会发现，哎呦，我不控制反而运行的更好。就像有的同学，比方说总说，哎呀，我这儿有个气呀，通多少年他又通不过去，天天想他通，现在他多少年都没通过去。有一次一个朋友就这样，我说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你越不管他反而好通。哎，有一天他没管他，突然呱啦通过去了。你管他越多，你就是干扰的越多。说你不控制，发现生命运行的更好，这不就给你一个信心？哦，我可以不控制，对孩子也是这样，对家人也是这样。我不控制，人家反而可能更好，我也会变得更好。第三，您体验到了完整的连接。当我不再隔离我与呼吸，说您与呼吸就成一个整体了啊。说我在呼吸，没有这个我了，不是说我在呼吸，我这个呼吸就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份一体感，一个整体的整体感，它就会延伸到什么呢？与身体、与空间、与整个存在的连接。就我和呼吸是一个整体，我和身体它就是一个整体，身心合一，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整体，不是需要去合。那合还是两个，当然我们讲的合，这个合它就是一个，它本来就是一个。那人与大自然也是这样，人与空间也是这样，不是我在这儿，空间在这儿，我要和空间相合。当然锻炼也有这种感觉，但事实上什么？我和空间本来就是一个，我和整个存在宇宙它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让呼吸带来的革命性的体验。就这种体验，你必须得实修，你真正去修才能有这种状态。那个控制带来的是紧绷的小我，那个小我要管，我要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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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放下带来的是放松的整体。你放下控制带来的是放松的整体，你反而是个整体的了。要控制总是我比你强，我比你厉害，我要把你抓住，我在那起作用。我放下控制，从呼吸到生活都是应该是这样。放下控制的扩展练习，就是你要放下控制，怎么去把它扩展练习。是当你在呼吸上体验过放下控制的美好，就可以把这种体验扩展到哪儿呢？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放下对情绪的控制。但是我们讲我们要控制叫自控，但这个自控跟这个自控不矛盾，大家注意听啊。放下对情绪的控制什么呢？就不再压抑所谓的负面情绪，也不再执着所谓的正面情绪，只是让情绪自然流过。大家注意这是另外的一种所以平常讲的自控。这个自控什么呢？是保持你觉性的灵敏。我这对情绪只是有觉知的。平常说那个无觉知的情绪，要发脾气了，要打人干什么？那个马上要控制它，那样需要控制。但从根本上解决，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不再压抑所谓的负。比方说现在想什么事，哎呀，我压抑，我不要这么想。你越不这么想，他越想。好了，我不再压抑所谓负面情绪，也不再执着所谓正面情绪。大家注意听只是让情绪自然流过，只是我对情绪是有觉知的。我控制的不是情绪，我觉知的是我内在的那个清明。就如同云朵飘过天空，你会发现什么呢？越不控制情绪，情绪越不控制你。你对它有觉知之后，它就跟你分开了。你跟它之间有空间，你对它有觉知了。那你要控制它，你要抓住它，它就会抓住你。就好像什么一个暴躁的小狗似的，你越抓它都要咬你，类似这么种感觉。
一个什么什么脏东西，你越想去抓它，你手还越弄脏了。放下对它的控制，不执着你是不好的，也不执着那个这个是好的，都不执着，只是有情绪，我现在在经历这个情绪，有这个情绪。你这种做法呢，你反而那个情绪它不控制你了。比如说你越想控制，它越控制不了，但有没有这种状况？所以觉知它，放下对它的控制，其实就觉知它。下面一个，放下对他人的控制。你不要再试图改变你的家人，说服你的同事，影响你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想到，那个家人你越想改变越改变不了，那同事越想说服越说服不了。有的人你影响你的朋友，他只是表面答应你，他自己还是按自己那么去做去。你应该最好什么？给予他如其所是的自由，如同给予呼吸如其所是自由一样。就你会发现越不控制这个关系，关系就越自然和谐。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跟我就是诉过苦，他有一个好朋友，他觉得这个好朋友应该他们俩应该非常非常好，平常什么事儿都在一块儿。说有一天他出去在外面去到街上干什么事儿，看到他这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一块儿街边上喝酒特别开心，他心里就觉得不愉快。说你看，哎呀，这本来跟我应该这样，怎么跟那个人我还讨厌他，怎么他跟他那样呢？就反而什么，从此对这个人就关系就变得不好了，我就不太想理那个人了。就是他要控制那个人和各种各样的关系。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就这关系呢，越控制越不和谐了。他该跟谁交往那是他的事儿，放下对他人的控制。同时我们讲刚才控制结果，要放下对结果的控制。你做事的时候全心投入，但不执着结果该如何，是吧？你把让呼吸的智慧带到工作中，让事情自然发生，让结果自然呈现。你会发现越不控制结果呀，结果反而越圆满。就只记耕耘，不问收获。锻炼也是这样，你整天想着我锻炼，我一定要练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出来，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目的出来，哇，有时候你反而越麻烦。我只记耕耘，不问收获，那个收获自然就在其中了。下面一个讲，这放下对生命的控制。这放下对生命的控制也是最彻底的放下。也就是说什么呢？不再要求生命必须按照你的剧本去演。我要想怎么样，他必须得怎么样，而是信任什么生命本身的那个智慧。就生命本身，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就如同信任呼吸本身的智慧一样，你会发现你不是活生命在活生命，而是生命在活他自己，在活他自己。所以这个控制放下它，你会发现我放下之后，我会获得非常非常多的自由，真的。情绪放下了，这情绪反而不控制我了，把周围的人你放下控制了，你发现和周围的关系反而更加好了。你对结果放下控制了，你结果反而更加圆满了。有的时候你想象到的那个结果可能只是结果的某一个部分，可能结果还有更多的部分你没想象得到。如果你精准的控制，可能只是那一个结果，你不去管它的时候，反而更多的结果都呈现在你的面前。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这个控制大家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去放下这种控制欲，放下控制。包括对身体，我们锻炼也是这样。其实这个所谓的控制是觉知，是觉知，是那个我对动作的这种觉知，自主
自控，那是自我对内在生命的那份觉知，那份觉知。那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我自己通过让呼吸对控制，我放下控制，有这样的觉知之后，又回到了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话题了，那就从个人体验到集体代码的转化了，又回到这个宏大的问题了，就我一个人放下控制，如何能影响人类的集体意识呢？又回到我们过去讲过的理解一个词儿，意识是场，不是点。大家注意啊，你每一次放下控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在这个瞬间发出的意识频率会直接进入人类集体意识的信息场，成为这个集体意识信息场的一部分。就你呈现那个状态，一下子就会进入人类集体意识的信息场。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什么一种所谓抱负也好吧，是责任也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整个人类集体意识的美好与否，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事情，给自己息息相关，也对我们的子子孙孙息息相关呐。我们给这种美好的意识场，那我们的子孙就在这种美好的意识场中生活。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跟我有啥关系，那关系太大了，太大了。我们讲这个原理我们也是已经讲过。第一，意识是共振的。你可以想象，有人说意识共振怎么去理解它？大家可以生活中很小的事，你可以去领会它。在一个房间里面都很乱，大家很说话，你突然有个人安静下来了，他的安静就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你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突然有一个人很安静，别人看到安静也跟着静下来了。就那个安静会影响他的周围的人，他也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动作，本身那个频率它就在传递，就在影响。所以你每次放下控制就是为人类集体意识的嘈杂。你看现在集体是不是我们讲说浮躁的社会，浮躁的怎么样，嘈杂的，为这个嘈杂的人类集体意识注入一段安静的频率。这股频率会与所有同样在练习放下的人，你在这样练，还有很多人在这样练，共振叠加放大，这个清净的场就会越来越大，或者是清净频率场就越来越大，慢慢把那个浮躁嘈杂化了。这是意识共振。另外一个呢，信息注入。现在物理学就觉得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事件都会在宇宙的信息场中留下印记，这不是比喻这是真正的宇宙全息论的基本认知。就你每一次放下控制，都在宇宙信息场中留下了一个不控制也能存在的印记。这个印记会永久存在于这个信息场中，成为可以被未来生命调取的数据。你可以想象多么有意思，多么美好。比方说1000年以后，如果有人修行静坐修行到深处，他接入到一个信息场中，就包含了你今天放下控制时留下的那一份数据。他接入了，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频率已经成了他回归完整路上的一盏灯。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你的那个数据接触到他的生命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也因此获得了永生，获得了再生。你的信息本来就永生于这个宇宙虚空之中，通过信息接入到这个人的生命之中，你就获得了再生。说人有没有死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说可以再回到，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那个代码、你的那个数据，通过另外一个生命，又展现出来了，
这不就是从某种意义上的再生吗？某种意义上的新生吗？那第三个原理叫集体潜意识。心理学上荣格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人类共享一个深层的心理基底，其中就蕴含着所有人类共同的经验和模式。你每一次放下控制，大家注意都是在为集体潜意识这个巨大的硬盘里面装了那些数据写入一段新的代码，新的生命代码，有生命信息的。千年以前、万年以前那些人已经有了，但现在当今社会鲜活的生命信息，或者说一种新的体验，或者说对前人的那种印证，我又写进去了。不控制是可能的，不控制是安全的，不控制带来更大的完整。用现代的语言描写现代社会中同样有的这样基本的原理。这一段代码写入后，它可能不会立刻的改变人类，但是它会存在，会累积，会在足够多的人写入之后，逐渐成为集体潜意识中可被调取的替代方案。可能开始这个程序员，每个人其实都是程序员，我写进去一段代码，它很小，引起不了多大的注意。可是这更多的人写，同时代的人更多的人写，突然发现上一个时代还有很多人写，那么同时代的、横向的、纵向的，通过时间、空间不同维度的连起来之后，它就有可能成为集体潜意识中可被调取的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人类可以不互相控制，可以不去互相征服，可以放下控制，可以和平相处，可以什么呢？人人真的是可以平等的总共这篇文章大概有8个话题就我们讲了4个，还有4个话题我讲下面再讲。可能我相信有的同学会觉得，这个好像和我具体的锻炼没有关系。刚才讲其实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是我们这个锻炼不单纯就是锻炼一个姿势，关键是调这个心，让这颗心如何从过去的那个很封闭的狭隘的那个小的范例把它拓开出去。我讲了这么多的课，其实目的就是这样一个800多讲了从不同的角度，也是拓开自己的心，分享我如何拓开我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实证。也想通过这样的分享呢，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人还可以这样活，人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心境。这样的心境不是单纯就是我就是我就为我自己这一亩3分地，我还可以想到更广阔的空间。可以想到什么呢？不单单横向的更广阔的空间，还可以纵向的更广阔的时间维度上。我在里面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能做一点什么？我不单单的对所谓的人类可以做点什么，是不是可以对所谓我们讲那个众生，包括硅基生命的这个众生，也能做点什么？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或者你有这样的觉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变了。你内在那个，就是说你的责任、你的担当就变了。我说清楚一点，责任担当变了，你的气质就发生变化了。真的，你单单为自己，那个气是很狭小的。你为的人更多了，你气就变大了。你为所有的这个众生去想的时候，你包括为硅基生命这个众生去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心量更大了。心越大，包容的东西越多，心越大，那个小我就越小。你刚才想一个人，你那个我就大，你想的多了，那小我就小了。怎么破这个我过去我都曾经讲过这个话题。当你想的人多了，为的人多了，你那小我就破了。而且不单单横向的破，我纵向的再从时间的维度再拉开，从空间的维度拉开，从时间的维度拉开。你会觉得你自己活得非常的有意义。真的，这种意义感你没有亲自去体验它，你体会不到那种意义感。这种意义感，这种幸福感，
这种圆满的感觉，美好的感觉，真的，你是花多少钱呀，或者怎么着，你要不来得不来的，你只有自己亲身去印证、去体验，同时去什么呢？哦，去经验它，去经历它，然后怎么样把它扩展开？扩展开是什么意思啊？是讲那个心广阔无垠，万善皆备，万善俱备都有。说欲行圣人之道啊，你要扩充圣人之道，弘扬圣人之道怎么办？扩充此心啊！陈浩先生把那个心扩充出去，把你这种感受也投入到这人类集体的信息场中，人就变得大气了，气量就大了。你也变得很高洁了，很儒雅，因为气就变了嘛。你想的那个小的私的东西没有了，你就变得纯净，变得美好了，好吧？那么现在啊，我们再继续再练啊，练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站起来啊。好，我们再把它分成2段啊。好了，好，大家安静，好，安静。其实你往上一站，就那6个链条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就已经通通就断掉了。脚分开，正后8字。两臂慢慢上抬，不是你控制胳膊，而是胳膊自己会动。没有我的控制，是真正那个觉知，那个身心合一。随着身体微下顿，所有的精气神都回归了。所谓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于丹田。将我从手、从身体、从腿上都退出去，特别从头脑。
只有呼吸，让呼吸，完全不控制，只是有觉知。全部的精神沉落下去。如果一下子做不到，可以采取过去讲的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从心那儿往下一照，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唯我于此。只有觉知与呼吸，就好像这个世界就没有其他的，只有觉知中的呼吸与呼吸中的觉知。
安静。头脑恍恍惚惚，百会少女，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两手自然下垂，收下颌，头后仰，下颌上翘，向前，想象注意整个动作没有一个我在控制，身体各处皆有灵性，它是自控运动，自己会动，眼睛向上，拔动督脉，拔动全身的经络气血，是身体自己在动，没有一个在控制的我。头脑恍恍惚惚，头后仰，下颌上翘，向前，想象向内，全身松下来，非常放松，眼睛向上，觉知啊，好像可以深入到每一个细胞一样，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开了，都在呼吸一样。后仰，下颌上翘，向前，想象向内，安静，再放松，
圆心向上，拔开，拔通全身。哦呀，向上翘，向前，安静，想象，向内，圆心向上，拔起，好呀，向上翘，向前，向下，向内，全身放松，圆心向上，拔起来，头中正，两臂自己会动，阴掌侧起，头脑恍恍惚惚，臂两臂自我控制，自我觉知，放下那个头脑的控制欲，肩膀颈项自己会动，减缓，向缩，
看向松，减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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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松，两臂慢慢下落，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
静。通过让呼吸的锻炼呀，锻炼的是让出去，把那我让出去，放下控制欲。放下控制啊，你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和谐、美好。那我们今天就锻炼到这儿，大家愿意静坐的，再多坐一会儿啊。好，谢谢大家。